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08期迷彩虎军情，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。6月19日，第52届巴黎航展开幕了，各航空大国纷纷带来各种看家里的东西，都想着多整些大买卖，每刀赚得够够的。中航工业携带了包括胡鹰战机模型在内的多款军用飞机模型参展，这也是胡鹰首次亮相巴黎航展。另一个首次就要看美国的 F-35 了。这次巴黎航展 F-35A 为了摘掉空中机动性弱机的帽子，特别进行超机动性展示，什么大仰角飞行能力和垂直机动，还秀了一把落叶飘，希望众多欧洲国家放心买单。而中航工业这次带来的胡鹰，也就是 FC-31，是沈飞研制的第5代单座双发隐形战斗机，2012年首飞成功。去年年末 FC-31 进行了重大改进，更加先进成熟，网友们给起了个胡鹰2.0的称呼。改进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将梯形垂尾变成了后列式垂尾，垂尾顶部也进行了切尖设计，整体改动幅度十分巨大。FC-31 的成熟度的确向前走了一大步。这次巴黎航展胡鹰再次来展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不是为了给欧洲传递什么消息，甚至联合欧洲开发个什么新家伙呢？其实最近欧洲也很头疼，如今美欧政治裂痕越开越大，欧洲人意识到，如果完全依赖美国 F-35的出口，那么欧洲将永远被动。采购 F-35，这也会导致欧洲未来的空中力量将被美国控制，而这是作为欧盟2大主导国的德国和法国所不愿看到的。欧洲老爷们终于坐不住，总部设在法国的欧洲空客公司最近提出了叫做未来空战系统5代机方案，德国和西班牙已加入该计划，法国也有待加入。据报道，新飞机将会是一款性能不亚于 F-35 的先进战斗机，计划取代欧洲各国空军中现役的台风、狂风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-16等机型。本来欧洲3雄德国、英国和法国都具备傲视群雄的航空工业基础，这些巨头如果一起合作，是有能力研制一款第5代战斗机的。但现实很残酷，5代机的投入经费巨大，分摊经费难免会让各国扯皮，效率低下。此外，市场狭小导致装备数量不多，将极大的推高单架飞机的价格，买不买得起，买得起多少架都是个大问题。且不说这些，就美俄中的5代战机的研发时间来看，从项目立项到交付空军使用，一般需要15年左右。按此推算，欧洲国家开始装备5代机要在2030年之后，而到那时，恐怕中美的第6代战机也开始服役了，一步跟不上，步步落后。欧洲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研发了，所以留给欧洲的选择已经不多了，要么抱美国大腿抱到底，要么找个现成的5代机合作，节省时间。F-31除了欧洲这个潜在客户，还有另外一位可能性更大的客户——俄罗斯。有消息称，俄罗斯国防部将冻结 T-50项目，因为该机的隐身性等关键性指标太差，完全达不到抗衡 F-2/J-20的要求。印度空军高级官员也透露，俄印5代机合作谈判已经失败，因为俄罗斯方面提出的价格让印度无法接受。在难以获得外来资金注入的情况下，俄罗斯 T-50项目很可能被迫搁置研发，而印度此前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将打水漂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美帝趁机对俄罗斯落井下石。日前，美国航空周刊杂志网站详细披露 F-22在叙利亚如何运用隐形特点对 Su-35构成压制性优势，并在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的面前犹如无人之境。美帝用5代机直接打脸来了。同时，6月18日，叙政府军的一架苏 2M 战机被美国 FA-18E 在叙利亚北部击落，落井下石还带踩一脚。想必此时俄罗斯会认识没有5代机将是多么的无力，因此对成熟靠谱的5代机需求非常迫切，而他们的选择并不多。自研已经失败了一个，另起炉灶时间不允许，只能找现成的。买美国的不可能，欧洲的现在还是 PPT， 研发也存在时间不足的问题。靠谱的只有转向中国，弄个现成的成熟方案，先把东西做出来，解决有没有的头等问题。中国这次待改进后越发成熟的胡鹰参加巴黎航展，显得诚意满满。看我们中航工业的微笑，多么真诚，多么自信。
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，关注后回复2.0，了解 FC31的2.0版本升级的详细信息。要虎哥说，无论是欧洲还是俄罗斯，与其各自苦苦挣扎，不如抱团取暖，跟中国合作搞个 F31的国际版，这样最快最保险。3家合作，要钱有钱，要经验有经验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要市场有市场，强强联合，多方共赢。还在犹豫什么？只要998，5代顶级 FC31战机抱回家，包邮亲。迷彩虎现已推出历史、游戏等视频节目，请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迷彩虎，或关注迷彩虎微信公众号收看。还有每期配乐和往期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和打赏。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